林队长说，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。他现在人在哪？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。他说，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联系协调，你不能出任何事儿。我有老婆孩子，他不让我去。胡闹！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是一起展开的，在上海清剿英美势力的同时，日本军队在香港也发动了进攻。人呢？往那个方向跑了。封锁全部出口。是。
今儿太危险了。警戒！快上车，我们要被包围了！开始！出来！看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中埋伏了，打死的是陈木军的替身。对不起，老郭，我违抗了你的命令，我甘愿受报。不用太在意眼下的成败，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。哟，站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老郭，青浦那边出事儿了，一会儿再说。今天你们去新闻处了吗？啊，去了，没成，失手啊。具体什么情况？小林一个人进去的，结果打死的是陈毅的替身。陈默群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。我就说，上次你和林队长狙击他太草率了，现在都带上替身了。咱们的人没事吧？林队长受了点伤，还好，不算严重。好，那就好。老郭，这件事儿我认真想过了，对陈毅的制裁还是暂缓吧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保存实力最重要，我们再也经不起战斗减员了。这件事儿，我会专门向总部致电的。你说的对，我来就是汇报今天的情况，正好让张秘书一并发电。马上草拟电文。是。哎，你刚才说青浦那边出事儿了？
我刚到青浦，就赶上汪逆的和平建国军在围剿，我带过去的2个人和青浦站的那对夫妻全都牺牲了，我自己冲出了包围，算是捡了条命吧。那就是中了埋伏啊！是不是有人泄露了你的行踪啊？这不应该吧？不过这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。你去青浦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，一查就查出来了。不，老顾，不查了。我想过了，很可能是在这次大清剿的过程中，有人把青浦这个联络点给出卖了，人都已经牺牲了，再查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你说的也对，不过你老住在这儿，它不是个事儿，我还是给你接回去吧。不用，你不用管，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新的地方了，你放心就行。新的地方，新的。你去一趟青浦，查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，快去快回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，明白。仍有抵抗。上午，在上海特别市宣传局新闻处有小型枪战，即为军统破坏分子所为。据悉，数名破坏分子全部被当场击毙。政府提醒军统等分子出来向政府林太太，您来上海这些天，林先生忙，也没空陪你出去玩，是不是生他的气了？没有，我们俩其实从恋爱到结婚，他工作都很忙，还要经常出差，我呀早就习惯了。林太太啊，你们本来就聚少离多，很难得在一起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哪怕在一起聊聊天，也是好的。是呀。我丈夫那时候总说他忙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他总觉得我们还年轻，总有机会长相厮守。没想到突然就病了，很快就走了。这一晃30年了。能看得出来，你们感情很好。我给你倒水去。您坐着，我去吧。林先生回来了。林太太，您的刺绣忘了。哦，谢谢。夫人太太，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太太的照顾。哪有？是林太太陪我聊天呢。林太太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啊，我不打扰你们了啊。你伤在哪儿了？先进屋说。
伤口有点深，我要给你缝两针。可能会有一点疼。站长，哎，重庆电问，站长请见。站长，我呀，偷偷回了您原来住处，黄金和美元都拿回来了，这是钥匙。没人盯着吧？没有，我呀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。坐。哎，这些玩意儿啊，要是之前让我老婆带到重庆去就好了，这留在上海天天搬来搬去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您放心吧，这儿的房东呢可靠得很，周围我都打探过了，人员成分不复杂，还有两边房子我也都租下来了，给保卫的人住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我刚来之前啊，顾副站长去了一趟。他去干什么了？他给青浦附近的中医救国军发了封电报。他跟你说了电报内容了吗？没有，他自己发的，用的 B 级密码本。编密码本的时候啊，我那会儿正好在电讯科工作，参与过，熟得很。
能听清发报内容？大概说的是让青浦附近的中医救国军去联络点看看。还有吗？没了，我这着急回来呢。还有，我不好多听。那你赶紧回去吧，啊，把车钥匙留下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我是老潘，从老家过来，往后就是你的联络人。钟表店遭到破坏以后，我采用了紧急方式和老纪联络，但是舅舅没有回复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跟老家联系。老纪同志的突然牺牲，加上日军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突袭，打乱了我们的联络渠道。好在现在又联系上了。军统上海区被攻击，上级非常关心你的安危。感谢组织上的关心，我一切安好。最近军统上海区正在重建，很多被打散的人已经移回到重庆。另外，中医救国军太仓支队最近正在计划进攻新四军在太仓地区的根据地。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，攻击力很大。这个信息非常重要，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。如果再遇到紧急情况，我们在郊外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安全场所，非常隐蔽。这个里面有位置，其他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暂时不变。明白。福山太太问我了吗？啊，我说你还在睡着，难得回来休息。广播里说，这几个人刚刚叛变，你得多提防他们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我不吃了，我现在要出去一趟。可你身上的伤，没事，小伤。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。等我回来再换吧。
这2天我就要走了。走之前，我们一起吃顿饭吧。好，一起吃个饭。谢谢。伤恢复的怎么样？没事了，处理过了。我认真想过了，这次新闻处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。之前陈默群从来没有用过替身，而且那一天的检查特别的严，从天不亮就开始了，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。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，能做出这种事儿的，只有可能是王世安。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，但是王世安突然从青浦回来，我觉得此事很蹊跷，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。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。如果按王世安的说法，他是遭到了汪逆部队的袭击，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，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。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，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。当然，我电报了周围的忠义救国军，他们说那几天汪逆部队根本没有行动。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。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。重庆方面有态度了？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了，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。但是有3个要求：第一，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；第二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，只要中央有需要，你随时提供；第三，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。这些你是否同意？我同意。好，我会尽快如实的上报给总部。但我要戴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。委任状随后就到，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。另外，今后我们2个人不要再见面了，这样对彼此都安全。好。不过，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计划。放心吧。还有一件事，顾慎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青浦的事了，我很是担心。你不是他对手，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，对你我来说
都是要命的事。谢谢。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，好好吃饭，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。我知道。雪下大了，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。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只有活着，才有希望。
接重庆指令，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。为什么？万镇长，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？目前没有。接到这份电令，我也很意外。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吧。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。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。好吧，既然是重庆的命令，我们执行就是了。林队长，你负责通知各行动组，执行总部的命令吧。是。表哥，我表嫂呢？好，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，昨天下午走的。朱一晨同志，我是老潘，让你久等了。终于等到你了，老潘。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，我就在附近。你的情况，上级都给我介绍了。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，表现非常好。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？已经联系上了，放心。那真的太好了。那其他同志呢？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？绝大部分都转移了，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。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？今后我会接替老季的工作。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，尽快转移到迈尔希尔路25号，那里是我们新的联络站。枫叶计划的终止，同样令我感到意外。前段时间，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。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，全员调回重庆。听说了。老郭，我不懂，我真的搞不懂，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枫叶计划？首先，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。在我看来，所谓汉奸，都是无节操、趋利的人。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，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。所以，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，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，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？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，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，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，一切都是可谈的，而且位置越高，谈的条件就越多。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，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。老郭，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默群跟总部牵线的人。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，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，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。如果王山在那个时候帮陈默群牵线的话，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，新闻处这一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。
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，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，这是绝密。什么叫绝密？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，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况且现在枫叶计划已经终止，即便查证了，有什么实际意义吗？怎么了，队长？这女的看着特别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不是像她，队长？就是她，快！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，咱兄弟2人能连升3级。在这给我看住了，我去通知分局。行。你紧张那样，到底行不行？不行。别掉链子啊！相聚时何必多言，借一场过往给坎坷路上找散些许彷徨，离别时只需默默隔岸相望，给丝希望挂在脸上，给那些爱过的人那一些力量，在硝烟滚滚的动荡中奋力起航，给那些勇敢的人那多些不舍，在无悔的路上点燃理想，只怕殊途没有同归，只怕别离不再相会，我的苦涩仍是苦涩，化不成甜蜜和你干一杯，只怕云散中见晴天，只盼花开你就出现，你的泪目是我泪目，手牵手一起放声歌唱，又见了